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刘备是这样发家的。去年年底，我开始做刘备的故事，这期终于是完结篇了。我做刘备的故事，目的就是为刘备平反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你别逗了，刘备还需要平反？我的回答是，当然需要。能力方面，历史上的刘备起点比较低，却能三分天下有其一。而且刘备集团开疆拓土的战役，如平定荆南、入蜀、取汉中，都是刘备自己指挥的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你觉得刘备的能力会很差吗？然而在传统认知中，刘备却是一个能力一般、基本依靠部下的形象。在如今很多人的认知中，刘备更是成了一个除了骗人外一无是处的渣渣。人品方面，历史上的刘备当然不是白莲花，当然有黑点，但他一生征战，经历无数磨难，还能始终坚持底线，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然而在如今很多人的认知中，刘备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伪君子，而且刘备被黑了。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，最让人绝望的是，其他人被黑，大家起码觉得他是被黑的，而刘备明明被黑了，很多人却依然认为刘备是一个被吹捧了的人物。真正意识到刘备被黑了的人并不多，所以我做了刘备的故事，我想尽我自己的努力为他平反。然而努力过后，我发现刘备的风评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，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仇视刘备的人变得更多了，也更活跃了。我相信大家也见过不少了。实话实说，现在我也感到很绝望，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却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为刘备平反这事儿希望是很渺茫的。简单来说，刘备的风评之所以会如今这个样子，主要有以下4个因素：大众的不感兴趣，资本的漠视，营销号的抹黑，筹备者的疯狂。大众对刘备不感兴趣的原因有2点。第一，传统认知中的刘备是一个虽然仁义，但是能力一般，做事依靠部下，而且软弱爱哭的形象。这样的形象在古代是吃香的，可是现代社会大家的价值观早就变了，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形象感兴趣呢？第二，《三国演义》对刘备集团的描述最多，所以大众普遍认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刘备了，自然就没有进一步了解刘备的兴趣。由于大众对刘备不感兴趣，追求利益的资本自然也就习惯性漠视刘备了。很多人喜欢说三国君主里孙权人气最低，然而在资本眼里，孙权也是比刘备吃香的。比如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部以刘备为主角的影视剧，连筹拍计划都没有，而以孙权为主角的电视剧已经在筹拍了。这是因为传统认知中的孙权虽然也缺乏魅力，但是他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戏份比较少，大众有了解他的兴趣，所以在资本眼中，孙权比刘备更吃香。综合来说呢，由于大众对刘备不感兴趣，所以资本选择了漠视刘备。资本漠视刘备的结果是，在大多数三国题材的作品中，刘备都是配角，有时候甚至是反面角色。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大众对刘备的不感兴趣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了。那么营销号为什么喜欢抹黑刘备呢？答案很简单，营销号需要流量，想要获得流量有2条路：第一，付出极大努力，拿出让大家认可的精品；第二，利用大众的猎奇心理，故意说和大众认知相反的内容。第一条路显然不适合营销号，于是他们选择了第2条路。那么如何利用刘备达到猎奇效果呢？前面说了，刘备在传统认知中有2个显著特点：第一，仁义；第二，能力一般，软弱爱哭。也就是说，想要利用刘备达到猎奇效果，要么踩他的人品，要么还原刘备的能力。而还原刘备的能力，这个太麻烦，需要查很多资料。
做严谨的分析，实际就相当于走第一条路的精品路线了。而踩刘备的人品就简单多了，只需要脑补加阴谋论就 OK 了。于是我们可以看到，营销号谈刘备基本都是在黑，而且重点是黑刘备的人品。这一招对于营销号来说可以说屡试不爽，总能获得流量。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停下来呢？最后要说的是仇备者，也就是仇视刘备的群体。注意，我用的是仇，不喜欢刘备或者讨厌刘备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仇备者这个群体并不是简单的不喜欢或者讨厌刘备，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极度自以为是，极度傲极光，极度狂热，喜欢抱团卖人，而且他们仇视的不只是刘备。不夸张的说，只要你说刘备哪怕一句好话，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。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对于刘备我的态度一直是一分为二，客观看待。他的优点我会夸，他的黑点我也一定会批判。而且我并不会去黑刘备的对手，相反我还经常夸赞他们。对此我可以放几个片段自证一下。老实说，我很喜欢刘备这个人物，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物不代表就要去尬死他。刘备干刘璋这事呢，就是在玩阴谋，就是不地道，这体现了刘备既是英雄也是枭雄，没什么可喜的。曹操在军事、政治、文学、建筑、发明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贡献。对于曹操这样的人物，我们应该全面看待，既要批判他的罪恶，也要铭记和肯定他的功绩。作为一代帝王的孙权，当然也是有过人之处的，至少看人用人的本事不是一般人可比的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不出意外的成为了仇备者的眼中钉。自我开始做刘备的故事，他们对我的辱骂和骚扰就没有断过。至于他们的用词，只能用不堪入目来形容。可以说我一直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在做这个系列，期间我也曾经因为不堪忍受他们的辱骂，想要放弃这个系列，但是为了不让大家失望，也为了坚持理想，我最终还是坚持做完了刘备的故事。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，刘备的风评能好得了吗？那么这个群体为何会如此疯狂呢？刘备作为蜀汉的创立者，一辈子打过坑过的人自然不少，他的对手也很多。一部分筹备者就是标准的历史饭圈群体，因为他们喜欢的人被刘备打过坑过，或者是刘备的对手，所以他们极度仇视刘备。还有一部分仇视刘备是出于内心的恐惧。刘备这个人物遭受的失败是比较多的，他最终的成就也远不如曹操。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刘备的能力不行，然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出身和起点对一个人的影响。很多人开始觉得刘备遭受很多失败，并且最终成就没那么高，和他的起点比较低有很大关系，而这就让一部分人产生了恐惧。一方面这些人的出身和起点比较低，另一方面这些人信奉能力至上，认为只要能力够强，出身和起点的影响完全是浮云。而一旦承认了刘备的能力，就要承认出身和起点的影响，那他们信奉的那一套价值观就要崩塌了。于是他们开始极度仇视刘备，想要尽一切办法要把刘备说成一个废物来保住他们的价值观。所以你该了解他们为何这么疯狂了。综上所述，刘备风评差是由4种因素共同构成的。虽说短期内刘备想要得到平反，希望真的很渺茫，但我依然相信奇迹会出现的。所以我虽然经常会感到绝望，但希望始终还是埋在我心底的，不曾消失。说到这，可能会有人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了解筹备者这个群体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我曾经就是一个筹备者。然而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阅历的增加，我开始意识到我过去真的错了。所以我想要做刘备的故事，想要为刘备平反，想要让刘备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，我想要改正自己的错误。我很清楚做这个系列我会得到很多不理解，被扣很多帽子，遭到很多辱骂，然而我还是坚持做了，并且做完了。自己犯下的错，哪怕付出再多也要去改正，这是应该的。虽然说我的努力最终没有起到太大作用，但至少我尽力了，问心无愧了。好啦，自此刘备的故事正式完结了。
在此，不二将要对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表示最诚恳的、最深刻的感谢。正因为有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才能顶着很大压力坚持做完刘备的故事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之后我会继续努力，争取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最后就求个关注和3连吧，我真心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期视频，了解一下我一直以来的心路历程。好啦，就到这里吧，拜拜啦。